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开着车来到了浦江镇。浦江镇呢属于闵行区的但是呢是在黄浦江的东面了，应该也算是浦东地区的边缘了吧。这边呢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或者说一个古镇叫赵家楼。赵家楼呢，我们去了很多次了，一个500多年的一个老古镇。今天去到那边呢，居然停不到车结果呢，我们就来到了边上有个叫革新村的一个村里面呢，这边有一个算是一个民宿的一个群嘛，叫悦乡居民宿我刚刚呢，其实就是从这边开车进来的办入住好像都在前面有个统一的柜台。我现在呢来到了这座民宿边上的一座小桥，叫百家桥上应该也是重新修整过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地带这边呢应该是集中起来做了很多的大家到这边来休闲民宿。现在呢，我就骑着单车来到这个民宿群，像一个庄园一样的地方呢，来骑行看一看上海郊区的这些农民们自己搞的那些民宿的休闲的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骑进来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小公园里面这边呢有流水，有小桥，有池塘虽然这个季节这个池塘里面的荷花呢已经都谢掉了，但是那些荷叶还在可以看到这个农村的这种景象还是让人比较舒服。那我们就到里面去兜一圈吧。这边的很多的农民的房子呢，都建成了像这样的，又保留着江南的一些样貌特色，但同时呢又很现代化的那种大的阳台、大的玻璃窗前庭还有个小院。这边有很多的小桥。很多的这些房子就好像建在一个个的小岛上那样的感觉。通过这些小桥呢，连通到各个民宿区，就有点像一个园林式的酒店吧。民宿的边上呢都有专用的停车位看到有些房子还在建设过程当中。这边呢已经到了头了，后面呢是一条大河。四通八达的这些河涌所以有一些水乡的这种景色。这些农民的房子都是应该是村里面集中起来经营管理的，但我相信这些产权呢还是归老百姓所有吧。这边呢有一条河涌，我把车停在这个边上我去随意的走走。
这个芦苇花哈，特别好看。这条河冲啊，修整得非常的漂亮啊。两岸呢，专门种了一些装点的一些植物吧。你看像这样的房子啊，在这边住个几天，应该是可以很放松的在这边休闲。下来这个清水的平台啊，我看这个水啊，差不多跟这个平台都已经在一个平面了。河水还是蛮充盈的。前面的这一丛美人蕉啊，都长到水里面来了。就在这个河边的小路上啊，散散步。在上海呢，也转了一些乡村啊，或者以前是一些乡村，现在呢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的一些乡镇了啊。比方说上次专门去过的闵行的其中村，我觉得是一个乡村啊，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样板。首先呢，是让那些农民啊，确确实实享受到了这些发展的成果红利啊。然后的话呢，也把这个当地的经济啊多元化。并且呢，引入了很多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些产业啊，而且呢，引进了一些高规格的学校，使得这边的当地的教育啊也会得到很大提升。所以这个村庄呢，也是啊，把这些土地呢集中的使用，然后呢，据说是国家出钱，农民呢自己装修，风格呢在几种款式里面可以选一下啊，保持基本的一种统一，但是呢，房子的大小、占的面积啊，还有它的样式呢，也有所不一样，所以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又可以保持一个统一的风格。最后呢，在当地的这个政府啊管理底下，专门发展一种休闲的产业，就是建设这些民宿啊，统一的来进行营销。当然，有一些人家他要自己住啊，也没有问题。他可以在有限的空余的这个时段呢，把这个房子作为一个民宿出租用，所以有点像那个当地自己的一个 Airbnb 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来增加这些农民的收入。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看啊，有几家的这个树啊，你看它的这些院子的大门，我觉得很有特色啊。顺着这条小道啊，看看这个房子的整体的样貌。
应该也反映着这个主人的自己的一种品味。你看，像这样的小院这样的院墙，这样的门洞，是不是跟江南的一些舒适的园林那些非常的相似啊？所以当地的这些农民呢，还是有福气的啊。他们占着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呢，有了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家园建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出租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你看这个小桥边，我们来望一望对面的那些河畔的农民的房子，每一栋呢都建得非常的漂亮非常整齐，但是呢风格又稍稍的有些不同。来到了这个民宿的边边上这边还有好多的农民的算是自留地吧，种了很多的蔬菜就像我们去过很多的农村都一样，都会保留着一些农民自己可以随意来种一些他们自己的瓜果蔬菜的这样的一块田地当然这个肯定属于很多家人家的。好久没有走这个田埂了就顺着这个田埂呢，向一条小河的边上去走一走。我看这个田里有些是香菜有些呢应该是蓬蒿菜吧，还有大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叫不出名字的各种各样的菜。这边呢就是一条小河了小河对面呢可能就统一的那些稻田我看这个稻子大部分没有收割。在远处呢就是另外的一头村庄了。上海呢还是有一些有历史有文化，然后呢大家都推荐这样的一些古镇。其实我们都去的七七八八了有些呢甚至去了好多回。但是呢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那些小镇边上的一些农家田园其实现在这样的这些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值得到此一游让人更加放松，让人更有一种身处田园放空自己可以静下心来的这样的地方。现在这片民宿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村庄，只是不过把它集中起来管理统一的呢建议大家把房子建成了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又有特色，但同时呢又不失为一个乡间的村庄的味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民宿经营两不误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农民呢还是相当不错啊。一个是他们自己还有一些田地，同时呢，他们这些区域呢腾出来的这些房子啊，发展了很多的产业，应该会有一些红利啊，或者通过他们的这个入股会有一些收入。同时呢，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居住的环境啊。看了还有一些呢，民宿还经营一种餐饮的功能。你看这边都是一些乡居的民宿啊，当然并不是每一家都经营得很好，或者每一家都在经营，也有很多呢，我看是荒在那边的啊。因为毕竟呢，在近郊的一些农民啊，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有自己在市区啊或者其他地方买的房子了，他们也并不完全就靠这一片的房子来生活。这边呢，想象已经到了村头了。这里是浦江镇革新村啊，这边还有个警务室。全国文明村镇。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委会啊，这个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政府小机构啊。我今天呢就在这边走马观花啊，就是这么来转一转这个革新村里面的一个民宿。其实呢，也就是他们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些整体的改造啊，感觉呢还是相当的不错。好像还有一些餐馆和其他的一些商店啊，但是呢，现在来看啊，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么营业的状态。相信呢，这跟这几年的疫情啊，防控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看这个眼前的一整排的这些民居啊，说是民宿呢，其实它就是民居，它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说你一定要接待顾客，主要呢还是以自己居住为主。但是呢，用一些市场的方式啊，就是你假如出租你的这些民居，你就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接受某种统一的管理啊，或者你自我管理。哟，这个猫跟个小老虎一样。
Hello， 猫猫。这只猫看起来是很帅气啊，毛发特别长。好了。这个地方呢叫皇家仔，哟，前面还有一只狗。村里头还有互助式养老之家。经济发展了呢，这些便民的福利的设施呢就会越来越多。这里呢已经到了马路边上了啊。所以今天呢，虽然没有去到赵家楼啊，因为人实在太多，但是呢，也意外的来到了边上的皇家仔革新村里面的一片民宿区。我觉得也别有洞天啊，有些意外的惊喜。走到人家家里来了。这一段啊，意外的乡村的民居治理啊，还是挺令人意外啊，意外的惊喜。那我们最后呢，再去里面寻觅一番，就准备离开这个民居的村落。看来这边呢也在规划一个暖棚区啊。看来这边呢还有啊更多的一些想法，要把它变成一个乡间的乡村的俱乐部。哟，这边还养了很多马哎。好久没有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动物了啊！
Hello， 马在那里吃啥呢？稻谷的壳，吃得起劲。养了不少的马啊。帮我带点汤，我不想回去了。你们这个马养这边是给人家看的还是骑的呀？啊，咱们这边是商场马术，咱们是马术。哦。教学的这种。哦。就是供孩子在这边骑着玩。成人也是骑的，教学的。是吗？嗯。挺好玩的啊。嗯。挺不错的。这边是玩马术的一个地方啊，可能这个马牵出来，大人孩子都可以来骑，觉得兜圈子吧。户外训练场可能就是那个跑马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乡村俱乐部、马术俱乐部啊，是这么一种感觉。弄出了一些新的花样。一个新发现啊，就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民宿啊这样的一种休闲了，而且呢还弄了一个马术的活动场所，一个马术的乡村俱乐部，骑着高头大马啊，在这个乡间走走，看到的风景应该呢更美。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啊，在这个革新村，应该叫黄家宅这一片的乡村的民宿区域，意外的一段骑行啊。那我们就回到外面去找我的车去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去闲逛，有趣的地方呢会跟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跟随着我的镜头享受这些农村的美景，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赏，我们下一回见，再见，拜拜。